为什么饭店里面做出来的蒜蓉菜心又绿又脆，而你在家里面做出来却是颜色发黄，而且还不够入味呢？今天阿鹏就给他分享一下饭店厨师不外传的正确做法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菜心，颜色翠绿爽口，吃起来还特别的入味好吃。最关键的是，它的方法就跟煮开水一样，特别简单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轻松的学会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500克新鲜的菜心，菜心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，要选择当天新鲜的，而且还要选择嫩一点的，最后还得尽量的选择均匀大小一点的，这样的话可以在后续烹饪中每根菜心都可以均匀的成熟和入味。接下来我们先把菜心给它处理一下，先给它放在大一点的盆里面，往里面添加1大勺的食盐，还有1勺食用的小苏打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满清水，没过菜心，将其给它浸泡起来。因为食盐它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可以很轻松的把里面的一些虫卵和脏东西清理下来，而添加少许的小苏打可以利用它的碱性，可以中和大部分的农药残留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开旁浸泡片刻备用。浸泡10分钟以后，接着再下手给它清洗一下。因为菜叶子的根部特别的容易藏有泥沙的，所以我们得认真的将它清洗干净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我们尽量的将它一颗一颗的清洗，这样清洗出来菜心就特别干净了。我们将菜心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控水捞出来，再重新的添加满清水，继续的将它清洗一下。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，尽量的把菜心多掏洗几遍，把菜心里面的一些虫卵、脏东西还有农药残留清洗干净，这样我们吃着也更加的安全和健康。我们将菜心全部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。下一步将菜心改刀处理，把菜心的根部切去一点点，去掉不要。再把菜叶的尾部给它修切一下，给它修切平整。我们将菜心修切一下，那么做熟以后摆盘起来会更加的美观又整齐。全部改刀切好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4平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切好后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1小把的大蒜，先把大蒜根部去掉不要，然后再用刀把大蒜拍一下，将大蒜拍过以后，它的蒜香味会更好的释放出来。最后我们再把大蒜给它改刀切成蒜末。把大蒜切好后，先用小碗给它装起来。如果能吃一点点辣的话，我们再准备小米椒2个。我们先把小米椒对半切开，1分为2，最后再将它改刀切成辣椒末。切好以后，将它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首先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勺食盐，增加底味，然后再添加少许的花生油。添加少许的油，可以让焯水出来的蔬菜颜色翠绿，不容易发黄变色。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食盐充分的化开。等到锅中的水完全烧开以后，接着我们先把菜心的根部放下去，先烫一下根部。因为菜心的根部比较粗一点，它的熟度不一样，所以先把根部先烫20秒。如果直接把菜心一起放下去的话，它的根部熟了，那么它的尾部就已经过熟了。要想菜心做得好吃，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的。另外，菜心在焯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，用锅铲给它上下翻动一下，让锅中的每一根菜心都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在家里面，菜心焯水的时间大概是全程开大火，给它焯水2分半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我们将菜心焯熟以后，接着再用漏勺给它迅速的控干水分，捞出来。接着再把菜心一根一根的给它整齐的码放在盘里面。摆放整齐以后，下一步开始重新起锅，下切好的蒜末用小火给它翻炒一下，把蒜末炒香。
炒香以后，在网锅里面添加适量的蚝油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小火，将它不停的翻炒一下，把蚝油的酱香味翻炒出来。接着我们在网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清水，水开以后，接下来开始调味。网锅里面添加大半勺的生抽，还有少许的鸡精，再添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，最后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丢丢的老抽增加颜色。调味过后，再用锅铲给它不停的搅动一下，让调料充分的化开。下一步，再往锅中添加适量的水淀粉进行勾芡。水淀粉下锅以后，迅速的用锅铲推开推散，防止水淀粉结成块状。我们在勾芡的时候，芡汁不需要太过于浓稠，大概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最后再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花生油，添加少许的油可以让芡汁更加的明亮有光泽。最后再把刚调制好的汤汁给它均匀的淋在菜心的上面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好吃的蒜蓉菜心就制作完成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菜心，吃起来脆嫩爽口，而且颜色不发黄也不变色，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。这道菜做起来就非常简单的，相信看完的你也能轻松学会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